到了年尾啦，邦尼在接下来的开箱也会针对各家厂商做一些小总结。随着 OV 两家厂商不断的向外发展，想必对 vivo 来说算是相当充实的一年。不过 vivo 今年在台湾市场的整体布局上还是稍微保守了一点，甚至在这次我们要测试的新机 vivo V11就能看出一些端倪。究竟是为什么呢？我们还是先来看看 vivo 这次选择上场的 V11各项表现究竟如何，我们边看边说。随着 vivo X23暂时没有在台上市的计划 ，vivo 选择带进台湾市场的是我们这次迎接的 V11跟 V11i， 两者主要的差别落在记忆体的大小。不过台版 V11跟其他地区的 V11差异就比较大了。例如台版跟港版的 V11相比，台版拿掉 6.41 寸的 AMOLED， 换成 6.3 寸的 LTPS。因为换了萤幕，自然 vivo 家率先推出的萤幕下指纹辨识也从 V11消失了。SoC 从 Snapdragon 660换成 Helio P60， 电量也从3400稍微缩水变成3315毫安时。当然，在相机也有微小的差异。虽然手机厂针对不同市场更换配置稀松平常 ，vivo 也很佛心的反映在售价上。不过少了萤幕下指纹辨识版本，确实稍微可惜。期待后续 vivo 对台湾市场能够再更加把劲了。回到手机本身 ，vivo V11在主要的 ID 设计上还是保留 vivo 家一贯的曲面背盖设计，颜色上则是有邦尼手上的星空黑，以及跟上这波渐层配色的星云蓝两种选择。邦尼手上的星空黑版本在用色上则是稍微更低调奢华一些。整机主体视觉还是以黑色系为主，机身下方则有一小片的渐层亮粉，有时你会看到是一整片蓝色的星空，换个角度又变成一整片紫色夜空。透过不同角度的光影变化，你会看到不同感觉的 V11。而不论在相机、指纹辨识或是 vivo logo， 都采用了金色的色彩点缀，也在幻彩的机身设计中带点奢华。在机身配置上，右侧由上到下分别是音量按键以及电源键，左侧部分则是配置了支援双 4G 的3卡槽设计，你可以一次装入2张 SIM 卡跟1张 micro SD 卡，扩充方案上相当充足。顶部没有任何东西，底部则是一口气塞入了 3.5mm 接孔、麦克风、USB Type-C 接孔以及单麦克风。整体来说 ，vivo V11还是维持了 vivo 近期一贯圆润的手持握感，在星空设计的主体 ID 上也相当特别，插槽方案也给得非常充足。在镜头上 ，vivo V11搭载 f2.0 1600万画素主镜头，加500万画素景深辅助镜头，并且也主打许多以 AI 为基础的拍照算照法，例如 AI 智慧双摄，透过在拍摄景深相片时，同时记录下前景跟远景的距离资讯，拍照完后就可以在相片中自由的从 f0.95 到 f16调整景深效果，还可以实现先拍照后对焦。在距离资讯上记录也算相对完整，例如我们点选手机、model 或是后景的同时，都可以得到景深模糊算法细微的差别。而 AI 人像构图则是在拍摄的同时，镜头会自动去运算最适合的人像画面比例。当侦测到人像，在观景窗中就会出现一个白色圆点，透过移动镜头对齐白色点，就可以得到最符合画面比例的照片。手机同时也会自动拍照，在操作上也相当直觉。而在拍照上 ，vivo V11也再次主打 vivo 家推广已久的 AI 逆光拍照。我们也选择价位差不多的小米 Pocophone F1 进行样张对比。那我们就先来看样张，边看边说。这次邦尼在假日来到人潮满满的新北欢乐耶诞城拍摄样张，那人可真不是普通的多。主要还是会以测试 AI 逆光模式，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 HDR Plus 为主。第一组样张马上就可以看到 vivo V11在 HDR 的力度上还是比较强，
不论是在前景的建筑或是后景的天空 ，vivo 都尽可能达到更高的动态对比。在接下来这组大背光样张一样可以看到，即使在高光的树枝细节都还是在，保留上也还算不错。不过如果拉到树叶来看，虽然能够看到色彩，但在解析力上还是受限，天生性能表现并不算好。而在风景部分 ，vivo V11在调色风格上还是还原真实为准，跟小米的 AI 蓝天还是稍微有所差异。整体白平衡则是稍微偏暖，而在建筑物的白平衡上 ，Pocophone 则是更偏向肉眼所见。接着看到建筑物场景上，小米还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调整方式，除了针对建筑物进行锐化外，在整体的立体感上也会稍微更强烈。vivo V11的 AI 则是偏向保守一些，不过放大来看 ，vivo V11在建筑物的细节保留上，还是趁着天生1600万的优势有更好的表现。以下几组样张基本上可以得到一致的结果。而在夜拍上 ，vivo 推出全新的 AI 暗光模式，利用类似 HDR 的多张合成，在按下快门的同时，截取最多6张的影像，再透过算法选取最适合的照片进行处理。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直接来看 vivo V11的夜拍表现。我们透过第一组样张来看 ，vivo 在夜拍中天空则是稍微偏蓝。Pocophone F1 在夜晚的天空余晖上，则是更接近肉眼所见。若是放大到建筑物来看，一样可以看到 vivo 在细节保留上还是比较强势。不过 vivo V11的夜拍模式，在稍微有灯光的环境中，高光抑制上表现并不算亮眼。在亮点的细节保留，则是 Pocophone 表现更好一些。而在较暗的环境下，可以明显的看到 vivo V11在整体曝光上还是稍微更高一点。但在色彩还原上则是略有损失。接下来几组样张基本上可以得到一致的结果。不过 vivo V11的夜拍模式在高光抑制表现上，受限于调高了整体曝光，在高光处依旧会有光源溢出的问题。在效果上 ，Pocophone F1 的表现则是更稳定，效果也更加突出。不过换个方式来想 ，vivo V11以中阶机来看，在 HDR Plus 的效果上确实相当不错了。邦尼也提供更多的新北耶诞城实拍样张给大家参考喽。不过话虽如此，有时候大逆光环境所产生的前后景明暗对比，其实也是蛮能够带出照片的感觉。大家究竟喜欢哪一种？也欢迎右上角投票告诉邦尼喽。而在自拍镜头上 ，vivo V11搭载2500万画素前置镜头，以下也提供样张供大家参考。vivo V11没有采用 AMOLED 自然萤幕下指纹辨识，也就从 V11中消失，真的稍微可惜。虽然一样有后置指纹，甚至速度更快，但萤幕上指纹还是科技感满满。究竟是速度更快的实体指纹更得人心，还是科技感满满的萤幕下指纹辨识更显酷炫？欢迎大家右上角投票告诉邦尼吧。不过虽然少了指纹辨识 ，vivo V11则是提供了人脸辨识，在速度上真的非常快。随着手机拿起来的抬起手势，在拿起的那一刻，基本上就直接解锁进入主画面，在整体体验上相当顺畅。回到萤幕来看 ，vivo V11搭载6.3寸19:9 Full HD Plus 水滴萤幕，在萤幕技术上采用 LTPS， 屏占比依旧来到超高的 90.4%， 整体显示效果在同价位机种中虽然达到标准，但不算特别突出，饱和度并不算特别高。在色彩上稍微平淡，亮度跟可视角表现针对日常使用还算足够。不过如果放回同价位来看 ，vivo V11这块萤幕还是相当不错的。而在音效部分 ，vivo V11采用单喇叭解决方案，音质还算不错，音量表现上足够日常使用。整体来说 ，vivo V11在荧幕上的水滴全面屏爽感还是相当高的，整体的大荧幕视觉冲击还是相当明显。在全面屏的解决方案中 ，vivo 系列手机还是比较成熟，荧幕表现也算不错。
vivo V11 搭载 MediaTek Helio P60 8核心处理器，并且配置 6GB 的 RAM 加 128GB 的 ROM， 在实际性能跑分上，安兔兔来到138915分。简易的跑分数据可以参考以下表格，更详细的测试数据一样可以在邦尼邦尼的网站 isbonny.com 上查看到完整的测试结果。传说对决还能顺畅运行。如果是崩坏3这种大型手游，就会稍微吃力一些。续航力部分搭载3315毫安时电池，在 PC Mark 80%到20%的测试中，达到8小时58分钟的成绩。日常使用下一天一充还算足够，即使用量稍大的使用者 ，vivo V11 也支援 9V2A 的快速充电，在紧急状况下也能快速回血。系统上 vivo V11 虽然没有支援 9V AI 助理，但在台湾则是支援 Google 智慧镜头 Google Lens 以及 Google 语音助理 Google Assistant， 在支援上相当齐全，也能更符合大多数台湾使用者的需求。而 vivo 一直主打的 AI 游戏模式也再次升级，除了一样可以在游戏当中同时进行通话之外，也可以从左侧的滑动选单中一键开启讯息勿扰、来电自动拒接等等。而游戏助手则会自动针对游戏进行性能优化，而手游族一定需要的挂机功能 ，vivo V11 也有提供。在游戏当中可以透过开启挂机模式，萤幕将会变成黑色，并且继续在背景中运作。不过 vivo 并非搭载 AMOLED 萤幕，即使是黑画面，一样是整片打亮的状态。不过虽然不及 AMOLED 完全关闭省电，但多少还是有所效果。如果是手游玩家，千万别错过喽。vivo V11 虽然在萤幕上并非采用 AMOLED 跟萤幕下指纹辨识，替换的这块 LTPS 显示器则是稍微平淡一些。在规格上采用 MediaTek Helio P60， 并且配置6+128的记忆体跟储存空间，在性能表现上还是可以应付大部分的日常使用环境。续航力上一天一充也还算足够。相机则是这次主打的强项之一 ，AI 逆光 HDR Plus 表现确实相当不错，也因为天生1600万画素的优势，在细节表现上也有更好的表现。整体来说 ，vivo 今年针对台湾市场还是稍微保守一些，不论在引进的机种跟宣传策略上，也期待明年 vivo 能够更积极一些，将更多机种带进台湾。邦尼可是非常期待 vivo Nex 下一代的表现呢。好啦，本期节目结束了，不要忘记右上角对 vivo V11 进行投票，或底下留言告诉邦尼团队，你还想知道 vivo V11 哪项功能，或想看的产品测试哦。对了，欢迎到 Facebook 私讯邦尼的粉丝专页，找邦尼 AI 小助理玩吧。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，不要忘记订阅邦尼，并且追踪我们的 Facebook、Instagram， 以及加入 Line@ 跟我们讨论。如果还有其他问题，别忘了底下留言。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。